生每次难了，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悬崖之上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这是张艺谋导演首次尝试谍战大片。故事讲述了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为了营救人质和获得日本731部队细菌战实验的证据，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这特工小组有4位成员，张显晨和王玉是一对特工夫妻，而楚良和小兰是一对年轻的革命恋人。他们在苏联接受了特工训练后，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选择跳伞降落到茫茫大雪覆盖的森林，然后乘坐火车赶往哈尔滨。然而就是当他们从跳伞降落在临海雪原的那一刻，在准备与接应人员接头时，就已经被叛徒出卖了，置身于敌人特务科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然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在一支秘密潜伏的共产党特工的帮助下，行动小队分成了2组，特意将夫妻和情侣拆开，抱着向死而生的决心，互相策应但独立行动。乌特拉小队的秘密行动和敌人特务科抓内鬼，这2大悬念交织呈现的冰城迷局，在刚开始就是紧张刺激的节奏下，展开了敌我难辨、扑朔离迷的谍战故事。来了几个人？4个。出来！从哪儿来？苏联。来哈尔滨干什么？18号有个秘密行动。啥秘密行动？叫乌特拉。完了！为了这次行动，我们整整训练了7个月。都训练什么呀？跳伞、射击、格斗，还有俄语。告诉我乌特拉行动是什么？悬崖之上采用的色调和构图都很艺术。张艺谋导演是一个特别会运用色彩艺术的导演。这次悬崖之上，张导没有用他常用的鲜亮颜色，而是用了纯白、黑色等浅色调，整个画面都很唯美、很冷酷，与紧张刺激的故事相得益彰。电影的绝大部分戏份都是在零下数十度的极寒环境中完成，演员在戏里戏外都要遭遇残酷挑战，雪一直在下，风一直在吹。影片以大雪为背景，以冷酷肃杀的质感诠释了一场冰城的喋血暗战。分开走。为什么要拆散我们？执行命令。抓紧时间告别吧。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分开。假如世界真的有尽头，活着的去找孩子。你们的重逢该不会等得太久。走啊！忘记冬夜漫长的北风，满地都是冰块，前面的小脚画在里头。为心上人滚烫了他心头，他在你离开的村庄，没想到火车上远远看，静静地守在炉火旁，这是最后一遍了。看见明天的人们团聚的梦，他们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我要你活着，看到天亮。电影中有为信仰奔走的坚定，保存他人宁愿牺牲的勇敢。
正邪两方斗智斗勇，在敌我难辨、互相猜疑的过程中，其背后的人性博弈也逐渐显现。贯穿于电影故事的人性光辉就是信仰和牺牲，现代社会很少听到的词汇。牺牲意味着放弃自己活着的机会，成全他人的明天。特工张显成和楚良为了不让卧底的周乙暴露，甘愿放弃自己的活路。周乙为了小兰看到黎明，自愿赴死。而特务科的高科长为了政治生命也可以牺牲同僚。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反派特务，也是一个城府极深、冷血政治的机器。那个时期党的这些地下工作者，他们每天是活在悬崖之上，随时随地都要面临死亡。他有一些别人体会不到的那个寒冷，在那个悬崖边上的危机。当的信仰成熟的时候，他是可以去牺牲自己的。而这种死亡的代价不是说你一个人，因为这些革命者他也是拖家带口的，活着的去找孩子。这是不能超过的情感，因为是对父母对爱人的。我们落地雪乡的第2天，我们就拍情感的那种生死别离。分开走。为什么要拆散我们？执行命令。抓紧时间告别吧。革命爱人嘛，小兰这个角色就好像是一直揣在心窝子里的一个挂念。出来。后边看到天亮。走啊！你基本上是舍弃了生存的可能，其实你是把生的希望给他了，你是选择了死。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他们就像满天星星当中的不知道是哪颗星星，代表着看不见战线的这种战斗。因为无名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到死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无论他们是死是生，让我今天的感叹：人为了一个信仰奋斗。作为谍战片，悬崖之上的故事很有紧张气氛的悬念。4位在苏联特训的共产党特工被派往哈尔滨执行一个代号乌特拉的行动。因为叛徒谢子荣的出卖，4位特工还未到哈尔滨就已经在敌特的监控之下了。这样的故事背景制造了很浓郁的紧张氛围。特工还没有开始行动就已经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他们怎样突围，怎么完成任务就成了命悬一线的事情。影片前1个小时制造的一些情节的反转和悬念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张显成识破了敌特的伪装，随口说了一个人名就让敌特露出了马脚，后面的雪地打斗也很精彩真实。而后1组和2组在火车上重逢，张显成在火车上想办法通知2组，结果他冒危险留下的暗语却被叛徒修改了。但2组的王玉看后生疑，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而这时楚良看到了恋人小兰被特务带走了，他在着急不知道的情况下求助了伪装成同志的特务，却暴露了小兰的身份。在火车上，4名共产党特工外加1名叛徒和2个敌方特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转身份和任务，彼此之间都在揣摩和猜测，不动声色之间过招险象环生，紧张气氛近乎凝固。乌特拉行动，你怎么看？据我所知，2组都没带电台。我是老冯，组织派我来接应你们。你意思是1组无法联系2组？是。1组的，他们是特务。你怎么感觉他们是特务？有人叛变了，而且级别不低。当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指示。分开走，执行命令。
宁可坐牢，不可放过。密码被人改过，我们出院的时候动手。谁帮我？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走啊！故事里的几个反转也特别不错，比如于和伟饰演的周乙，出场的时候他是与倪大红饰演的反派高科长在一起，一直是高科长的得力干将股长，直到后来张显成想越狱被周乙救了下来，才发现他原来是中共特工的卧底。倪大红饰演的反派高科长阴险狡诈，心冷手辣，是一个城府极深、领导艺术高明的冷血特务头子。每说一句话必然是言简意赅，喜形不形于色。他在证据确凿时牺牲了金股长，不惜处决了一名同僚，而想让真正的卧底放松警惕，让内鬼自己跳出来。他的抓内鬼和共产党特工的秘密行动交织在一起，为观众带来了紧张刺激感，敌我难辨的扑朔迷离。这次行动失败，真是偶然吗？有人帮了他们，救出内鬼。共产党的特工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5203地区发现了老冯的尸体，情报说是个男的。谁？紧急预案，有人叛变了。宁可坐牢，不可放过。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出来！发现任何不对，跟你说什么？马上走，只有这一次机会。走啊！18号跟谁见面？时间、地点。告诉我。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也比较生动，不至于太简单和扁平。比如张显成、王玉这对夫妻投身革命，除了故土沦落的国仇以外，还有被迫与孩子分离的家恨。楚良和小兰这对情侣身上又多了几份共产主义理想的浪漫情怀，还有谢子荣因贪生怕死而背叛了信仰的沉沦，都为这部冰冷肃穆的故事注入了很多的感情和人性。电影中乌特拉行动要救的人叫王子阳，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成功越狱并逃出了731部队的实验场，成为最早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活体实验的证人。特工这样的一种传奇的职业，完全是非常人的素质和能力。他不是把精明挂在脸上，他一定是非常松弛和生活，又要拼命去完成这种生死之间的较量。他们是代表着看不见战线的很残酷的战斗。演员老师好像真的想要用真的刀来表现那个争议是这样的，还是用假刀，不用真刀，所有的假刀从刀把那用电脑换成真的。现在已经有杀死了，现在马上就能把这取掉，您放心，保证安全。如果这个动作全部能由你演员自己完成，最好不过。他这样就增加了一个真实性。郑达自己捡了那个大木棍子，我说你真就这么打吗？小时候练得太苦了，所以我从出道以后始终都没有拍过动作戏。后来我想，第一次动作片的经历奉献给张艺谋导演。太不容易了。今天真的是对他很有人生的意义，是他第一次掉了威亚。其他的没事，你就来点劲儿都没事啊。
别抠了，我活不了了。我这是绷不住了。这个场景，那场戏我觉得就是很真挚，表演一定要真诚。坐地上行吗？没问题，坐地上。眼圈红了，一点问题没有。你现在越来越会演戏了。我呢也是一个有福之人，能跟着导演拍了4部戏。大鹏应该说是在中国演员中跟我合作最多的一个演员。这个角色有时候他并不那么招人喜欢，他必须要做一些事儿去帮助主要角色制造反作用力。你们这种感觉啊，这个角色还确实是戏份最少的，但是起的作用倒不小。抓到一个潜伏多年的共产党高级卧底，就是要把心里的东西通过眼睛和形体传达出来，这也是个慢慢的锻炼。对于革命的这个任务感和使命感是非常之强烈的。他们是高尚有奉献精神的一群人，应该赋予他们这样更深的一种意义。乌特拉在俄语中是黎明的意思。此时被日寇殖民统治下的这片黑土地正在经历的黑暗，每个人都盼望着黎明的到来。悬崖之上和其他谍战片不同的地方在于真实情感，没有把无名英雄写得太过完美，也没有让敌人的智商太弱，始终让角色立于悬崖之上。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每个演员都发挥到了极致，展现了当时战乱中的真实写照。电影中张显成接受电刑的那一段演得太逼真了，不但浑身颤抖，而且脸上的肌肉都在剧烈抖动。这一段张译曾主动要求在电椅上通上微弱电流，为的就是演得更真实一点。秦海璐在电影中扮演张显成的妻子王玉，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在备受折磨，他们的孩子在大街上祈祷，一直控制的情绪再也忍不住了。为了不让特务发现，他躲在厕所里哭泣，打开水龙头，让水流的声音盖过了自己的哭泣声。朱亚文在影片中饰演一个年轻的特工楚良，因为经验不足，暴露了李浩纯饰演的小兰的身份，但是面对生死存亡之际，他没有一丝的犹豫退缩，坚决地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于和伟饰演的周乙有一段刑场抽烟的戏，嘴里的香烟随着心情变化颤抖着。他在片尾中干掉了叛变的革命领导，肃清了队伍，却也主动暴露了自己，牺牲了自己，保护年轻一代，去迎接黎明的到来。还没睡啊？睡不着，不知道楚良哥他们怎么样了。你应该当他已经死了。为什么这么说？那王玉姐呢？你看到前面那片矮房子了吗？我跟你王玉姐过去就住那儿，还有我们的2个孩子。5年前刚去苏联没多久，收养他们的人就让日本人打死了。最后有人看见他们是在马迭尔宾馆前面要饭。算起来，姐姐今年应该都8岁了，弟弟也6岁了。你知道乌特拉什么意思吗？我以为也是黎明的意思。对，黎明。天亮了就好了。
你